金陵老城区，叶晨年幼时与父母共同居住过的宅院，现如今已经焕然一新了。苏家兄妹二人的妈妈杜海清用了不少的心血，一点一点将这处老宅翻新重建。虽然一切看起来都还是当年的模样，但却好像把时间直接拉回了20年前那般。住在这里的这段时间，杜海清每一天都过得格外轻松。他每日都在这老宅中看书、饮茶、练书法，闲时就耐心打理院子中的花草树木，每一天都过得十分充实。这段时间，苏之飞一直在朝圣的路上，苏之宇也经常为工作四处奔波，很少有时间能回来陪他。但对杜海清来说，这样的独居生活却让他无比满足。他虽然也担心苏之飞，但他也知道这是叶晨对他的惩罚。叶晨不会轻饶他，但也一定会保障他的安全。这并不是基于他对叶晨的了解所做出的判断，而是基于他对叶晨的父亲叶长英的了解。叶长英便是这样的人，虽然有着雷霆手段，但也一定会恩威并施，对真正的敌人不留余地，对罪不至死的敌人一定会留他一线生机。儿子此去大昭寺路途遥远，风餐露宿，难免遇到危险，但正是因为对叶长英的了解，所以他才坚信叶晨一定会让自己的儿子活着回来。而他也确实没有猜错。虽然叶晨当时让苏之飞前往大昭寺朝圣时手腕铁血，不留情面，但他还是叮嘱过叶家人要暗中护他周全。而他还有一件事情没有猜错，那就是当他听女儿说起想求叶晨放哥哥回来参加父亲婚礼的时候，他便笃定地坚信叶晨一定不会拒绝。此时的他已经准备好了一身换洗衣物、一套洗漱用品、一缸温水以及一桌饭菜，在家中等待着苏之飞的到来。虽说他心里一向淡定，但是当他听到门外的刹车声时，他还是有些难掩激动地推门跑了出来。门外，苏之瑜的车刚刚停稳，兄妹俩一起走下了车。隔着铁艺的院门，当苏之飞看到妈妈的那一刻，眼泪再次滚滚而落。杜海清也不免红了眼眶。苏之飞推开门，迈步走到妈妈面前，忽然双膝跪了下来，哭着说道：“妈，之飞错了。”杜海清原本还在因为儿子的落魄模样而心疼，可见到儿子忽然跪地认错，也不自觉为之一怔，随即赶紧要拉他起来，口中哽咽道：“快起来，你没错，妈也从来没怪过你。”对苏之飞当年的决定，杜海清的观点与女儿苏之瑜一样。豪门堪比古代的皇宫，苏之飞也并未谋害过妈妈和妹妹，只是为了自保，为了前途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，这是完全可以被理解，甚至被包容的。古今中外，多少皇室成员、豪门子嗣因为利益骨肉相残，他们早就见怪不怪了。而此时的苏之飞却依旧跪在地上，泪流满面，却又无比坚定地高声说道：“之飞不顾妈和妹妹的生死，一心只求自己的前程，这便是不仁不义、不忠不孝。”杜海清认真道：“你说的这些，妈都能理解，你也是身不由己，妈不怪你。”苏之飞却继续高声道：“错了就是错了，什么身不由己都是借口。我当初明明可以选择与妈和妹妹站在一起，明明可以选择为你们讨回公道，但我却选择置你们的生死于不顾，只顾着追求自己的利益，这就是错了。”杜海清沉默片刻，轻轻叹了口气，认真道：“好，你是错了，但你如今能意识到自己错在哪，妈已经很欣慰了。知道是与非，你也算对得起自己的名字。”说着，杜海清又道：“之飞，你好不容易回来，时间有限，总不能一直在这跪着。妈已经给你准备好洗澡水了，你先去洗个澡，然后陪妈和你妹妹一起吃顿家常便饭，咱们娘仨好好唠唠家常。”一旁的苏之瑜也上前劝道：“是啊哥，你这次能回来不容易，好好多陪陪妈，比在这里跪着要强多了。”苏之飞这才抹了把眼泪，站起身来，跟在母亲身后进了这套叶晨年幼时曾住过的老宅。
杜海清直接将他带去了卫生间，在这里，浴缸已经放满了水，洗漱用品以及欢喜的衣物就在一旁整齐地摆放着。杜海清对他说道：“知飞，妈给你准备了新衣服，也准备了洗漱用品和剃须刀，但是没准备给你剪头发的东西。我看你头发也挺长的，不如下午出去找个理发店好好剪一剪吧。”苏知飞摇摇头，开口道：“我想蓄发3年，现在才不过半年而已。”蓄发3年？杜海清惊讶地说道：“男孩子还是不要留太长头发吧，更何况你这一路条件艰苦，留这么长头发也不好打理。”苏知飞认真道：“妈，上个月初我在路上遇到了一对夫妻，他们跟我一样，也要一路去大昭寺朝圣，只是他们速度比我快，所以我们只是短暂的同行了2天，我便跟不上他们的速度了。他们夫妻俩之所以要去朝圣，是为了祈求他们那个因为白血病去世的儿子下辈子能够投个好胎，一生不再受疾病和苦难。我听他们说起他们的儿子去世前所受的苦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所以就想把头发蓄起来，等3年之后再剃掉，捐给那些因为化疗而失去头发的孩子做假发，也算是身体力行，靠自己去为他们尽一点绵薄之力。”杜海清的眼眶瞬间便被眼泪充满，他是真没想到自己这个儿子竟然会有如此大的变化。他生养了这个儿子20多年，设想过自己的儿子可能一辈子一事无成，也设想过他可能在商场中横刀立马成就一番事业，但从未想过自己这个儿子在这一生中能说出这样一番话。在门口站着的苏之瑜此时也是泪流满面，于是他便开口道：“哥，要不我捐些钱出来，以你的名义成立一个慈善基金吧，专门救助那些得了白血病的孩子。”苏知飞转头看向他，微笑道：“之瑜，你做善事当然没问题，但千万别用我的名义，我承受不起。”说着他又感叹道：“等我抵达大昭寺，完成我的救赎之后，我会尽我所能，亲自去为他们做些什么。”苏之瑜忍不住问：“哥，你到大昭寺怕是还要1年吧？”苏知飞笑道：“如果我每天都能比前一天更快一点的话，或许8个月就能抵达了。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